道教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了，道教以道作为其最高信仰，以黄老道家思想作为依托，并且结合原始的神仙崇拜发展而来。神仙崇拜也是道教信仰的核心，正所谓道散则为器，聚则为神。神仙既是道的化身，又是得道的楷模。道教神仙的一个特点是有神职在身，道教将神仙分为不同的神部，如执掌风雨雷电的雷部诸神，执掌日月星辰的星宿部诸神，另外还有山川河海诸神，以及后天仙真和民间俗神等等。在众多神仙之中，很多神仙都有赏善罚恶的神职。为何神仙要监察人间的善恶呢？积德行善是道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，而神仙也是道的化身。就像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开篇所写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人的祸福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左右。本期就跟大家讲一下道教神话里赏善罚恶的5位神仙。泰山古称东岳，东岳大帝也是由泰山神格化而来的一位神仙。泰山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东岳大帝在神话里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。典籍里记载了东岳大帝的神职：独居中界，统摄半灵，掌人间善恶之权，司阴府是非之目，暗判72草，刑分36月，惩奸罚恶，临死众生化刑。4月4天，圣地抚育入河，万物群生。泰山位于东方市，日出之地，也是万物发祥之地，因此东岳大帝的神职之一是掌管着世间一切万物的生死。同时，东岳大帝还掌管着人间善恶之事。东岳大帝的座下有惩奸恶而欲分36属，思吉凶而暗判72草。一些地府名神如阎王、探官等也都听从东岳大帝的差遣，而人间的城隍爷也是东岳大帝的属下，辅佐东岳大帝赏善罚恶。西王母是我国神话传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神祇，并且从上古神话开始就有了关于她的传说。《山海经》记载，西王母右西350里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笑，蓬发戴胜，是司天之力，极无残。西王母居于玉山，她长得像人，长着豹子的尾巴，老虎的牙齿，善于长啸。她主管天上的灾难和5种利器。此时的西王母还是上古神人的拜寿人形象。到了汉朝时期，西王母变成了雍容华贵的女神形象，她的神职也兼具了长寿之神的职责。道教神话随后又将西王母纳入道教神系里，成为女仙之首，与东王公共同治理天下的阴阳2气，又有赏善罚恶、掌管姻缘等神职。赵公明在道教神话里是一位身兼多职的神仙，既是财神护法神，还是文神。赵公明元帅本名赵郎，字公明，乃是秦代终南山人士。赵元帅在山中苦心修行，最终功德圆满，飞升成仙。玉皇大帝下旨敕封其为神霄副帅。赵元帅上奉天门之令，侧翼3晋，巡查5方，提点9州，为执殿大将军、北极侍御史张天师在龙虎山炼制酒。天神丹常常有妖怪来夺丹，玉皇大帝敕命赵公明护道降魔，为张天师守护丹炉，同时又敕封赵公明掌赏罚诉讼、保病攘灾之神，买卖求财使之伊利，又能治如讼冤申议，功能使之解释公平。买卖求财功能使之获利和合，但有公平之事，可以对神导无不如意。日夜游神其实是一对组合，包括日游神和夜游神，他们2位神帝分别负责在白天和晚上四处巡游，监察人间善恶。早在上古时期的《山海经》中就有相关记载，有神人28，炎帝为第4夜于子也，在禹民东，其为人小甲赤间，即16人。这里提到的28神，据说就是夜游神，他在夜间出现，为第4夜，巡查人间时遇到不公之事，便会出手相救。而日游神则是负责在白天四处巡游，监察人间善恶之事。灶王爷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民俗神，腊月23，灶王爷上天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在我国的民俗文化里，每年的腊月23这一天，掌管人间灶火的灶王爷
就要离开每家每户，返回天庭，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年来每家的善行与恶行。灶王爷的左右还有2位随从，各自捧着一个罐子，一个捧着善罐，一个捧着恶罐。家里人1年的善恶之行分别被保存在2个罐子里。太平御览写到灶神晦日归天，白人罪正玄著《礼记纪法》也说灶神居人间思察小过，作谴告者也。灶王爷赏善罚恶，每年会上天庭玉皇大帝那里打小报告。人们为了让灶王爷能在玉帝面前美言几句，就会在灶王像的供桌前摆好糖瓜等贡品。灶神原本是天宫里的御厨，有一年王母娘娘大寿，灶神做了好多美食，众神仙吃得津津有味。做最后一道甜点水晶菊花饼，他做的实在是太诱人了，竟忍不住自己全吃光了。玉帝等了半天不见甜点，才知道灶神自己全吃光了，于是气呼呼地将把灶神贬下了凡间。可是新来的御厨做的食物总不合玉帝胃口，李天王献上一计，您找个理由让他1年回来1次不就行了？于是玉帝下旨念灶神往日功劳，封他为灶神，记录民间善恶，每年腊月23上天庭向我汇报。从此灶神变出无数个分身，端坐千家万户的灶房，兢兢业业的工作。做人切忌贪婪，要经得住诱惑。人生在世，谁能无错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头顶3尺有神明。古时有个读书人，一次在酒醉之后妄图调戏家中婢女，婢女坚决不从，奋力挣脱了主人的纠缠。当天夜里，他的妻子把他叫醒，我刚才梦见一位星神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黑袍，骑一匹快马，随身还带着步册，他用手向我指画一下，就飞奔离去了。读书人顿时毛骨悚然，赶紧将那个婢女许配给了一个好人家。之后读书人才向妻子解释，你之前梦到的是灶王爷，因为我曾调戏婢女，幸亏他坚决抵抗。这事虽没做成，但我心中已经有了恶念，所以才被灶神记录下来。今日特向你坦白忏悔。后汉书杨震传有句话说得好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人生在世，要有所敬畏，懂得慎独，何时何地都不应做有悖道德和原则的事。传说民间有个小孩浓眉大眼，龙骨龙身，有皇帝命。玉皇大帝安排土地公每日背他过河上学，暗中保护他。小孩的母亲得知此事，马上变得飞扬跋扈，等我儿子做了皇帝，谁对不起我，叫我儿子收拾你们。他一边叨念，一边敲打锅灶，震得灶王爷头都快炸了。终于等到腊月23，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告状，玉皇大怒，撤销了他儿子作为预备皇帝的资格。古往今来，小人得志都会张牙舞爪，肆意猖狂，但得意一时，终不会长久。人活一辈子，要学会挺起胸膛做事，夹着尾巴做人。明代陈继儒《见闻录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明朝有个兵部尚书，名叫张悦。有一年，张家接灶神时，蹲在灶头上的家犬突然从灶上跌下，竟一命呜呼了。全家人都说这是不祥之兆，但张悦却不动声色，镇静地对家人说：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接灶一切如仪。之后他家果然平平安安，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做人只要行得正，做得端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位愚公，自认为经常行善，没有什么大过，却处处不顺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由此怨恨上天不公。从40多岁开始，每年的腊月23，他都向灶王爷祈祷，请求代为传达给玉帝。直到47岁时的除夕，灶王爷终于现身，指出愚公只是图虚名，空有行善之表，却无行善的诚心。愚公羞愧难当，从此痛改前非，不再怨天尤人，时时行善而不让人知道。他的命运也渐渐改变，五福俱全。
真正的行善之人是不求回报的，更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。做好自己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不自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